你有沒有想過，我們所謂的文明，也許只是地球的一個複讀機，不是第一個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。今晚我們不講鬼，不講神，而是要談一件更讓人毛骨悚然的事。人類可能正在重複上一個滅亡的文明劇本，聽起來像科幻，對吧？可越想，你會發現，那感覺像一股寒氣，從腳底一直往上爬。先別急着笑，我們慢慢來。你現在看到的這座城市，燈火通明，車流不息，你的手機、電腦、網絡，全是人類智慧的結晶。但你有沒有注意到，這一切的基礎幾乎全靠挖地球、煤、石油、稀土、金屬。我們把幾億年前埋在地底的遺骸翻出來，燒光、用光、榨乾。地球就像一張被重寫無數次的磁碟，而我們只是最新那層記錄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可問題是，上一層的數據真的被清除乾淨了嗎？這個問題來自兩位科學家，天體物理學家亞當·弗蘭克，還有 NASA 戈達德研究所的加文·施密特。他們提出了一個瘋狂又優雅的假說滞留記假說。簡單說，就是他們懷疑，在人類出現之前，地球上可能已經有過一次工業文明，而我們或許只是地球 2.0 的版本。聽到這，你可能想笑，哪來的證據？別急，他們也想找。但問題就在這，假如真有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存在過，數百萬年過去，我們還能找到他們的痕跡嗎？聽起來荒唐，但一旦你理解時間的尺度，這問題就變得刺骨了。地球45億歲，人類的文明史5000年，工業革命才300年。你把地球的歷史壓縮成一天，人類的出現只在午夜前1秒，而我們的文明只是一閃的光。你知道那意味着什麼嗎？意味着在我們之前，地球已經洗牌無數次，板塊運動、火山爆發、隕石撞擊、冰河期，地球自己就是一個巨大的證据粉碎機。就算今天你在台北蓋一棟101，幾百萬年後，它也會變成一層粉末，或泥土混在一起，連一點痕跡都不剩。所以，如果在幾億年前真有文明存在，他們的城市、科技、語言恐怕早就被地球回收掉了。那我們該怎麼找？科學家說，別找建築，別找化石，找地球留下的反應，也就是工業文明的地質指紋。你想想，我們人類在短短300年裡做了什麼？燃燒煤、石油，把幾億年前封存的碳重新釋放到大氣，結果是什麼？氣溫上升，冰川融化，海平面上升。未來的地質學家，哪怕在幾百萬年後，只要挖到我们這層地壳，就會看到一個異常的碳峰，那就是人類留下的印記，一層碳異常帶。再看農業，氮肥、化肥大量使用，河流流入海洋，造成海洋缺氧，生物死亡，沉入海底，形成黑色頁岩，那也是一種文明信號。還有塑料，我們制造了數億噸的塑料，無法分解，最後變成微粒，沉入地層。想象一下，幾百萬年後，新的生命挖到這一層，會發現奇怪的塑料岩石層。他們一定會想，這是什麼時代？是誰在這裡生活過？更恐怖的是，核能步油、放射性同位素，它們的半衰期動輒100萬年，它們會在地殼中留下永恆的簽名，哪怕再過幾千萬年，也會發出低微的放射回響。科學家說，如果地球上曾經有一個文明走到工業化，哪怕滅亡了，地質層裡也會留下這種全球性的異常信號。問題是，當他們回頭檢視地球的歷史時，居然真的發現有那麼幾次出現了極其可疑的異常。5600萬年前，地球曾經歷一次被稱為古新世、始新世極熱事件的災難，短短幾千年內，溫度上升了5到8度，海洋酸化，大規模物種滅絕。地層顯示，當時大氣中的碳濃度急劇上升。科學家解釋說，那是火山爆發或海底甲烷釋放。但問題是，碳上升的速度快得不合邏輯，自然界的碳循環沒有這麼快。那是誰幹的？再往前，白堊紀末期，地球出現了幾次嚴重的海洋缺氧事件，海洋中氧氣驟降，大量生物死亡，
形成了黑色岩層，就像我們現在造成的海洋污染一樣。你說這種巧合會不會太多？有沒有可能那時候也有一個文明，也犯過和我們一樣的錯？他們挖礦、排廢、燃燒能量，最終把自己悶死在自己制造的溫室裡。聽起來瘋狂，但想想我們是不是也在做一樣的事？而最詭異的是，每一次文明崩潰之後，地球都會重啟，海洋恢復，生態再生，一切歸零，然後新的物種出現，新的智慧重新爬上舞台。這種循環像極了地球的呼吸。也許文明從來不是唯一的，只是暫時的。可是如果真有前文明存在，他們靠什麼生存？他們的能源是什麼？那時候的地球還沒形成大規模的煤炭和石油資源，他們難道直接掌握了核能，還是別的我們根本無法理解的能源？又或者他們就是因為玩火過頭才被徹底抹除？聽到這裡，你會發現這故事的可怕之處不在過去，而在現在。因為《志留紀》假說其實不是在問地球的歷史，而是在警告我們自己，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被埋進地層的前文明？我們今天制造的塑料、碳排、核廢料，未來某天也會被後來的生命挖出來。當他們看到那一層異常的地質痕跡，會不會也像我們一樣疑惑地問：這裡曾經有人嗎？你看，這就不是科幻，而是宿命。很多人以為文明滅亡會有壯烈的結局，地裂天崩，火山爆發，核彈閃光，天降隕石。但真正的滅亡往往是悄無聲息的，空氣一點點變熱，海面一點點上升，農作物一年比一年難種，動物慢慢消失，水開始變得奇怪，人類卻在狂歡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場暴雨淹掉了一個城市，一個糧倉燒掉了半個國家，一個病毒讓經濟癱瘓，然後文明就崩了，不是毀滅，而是慢性死亡。你有沒有想過，4億年前的他們如果真的存在，會不會也是這樣？從高峰一路墜落，卻沒人察覺那是終點。最弔詭的是，我們今天看到的每一個自然災害，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味道。地球的複讀感讓人毛骨悚然。你以為那只是地質現象，其實可能是地球的記憶殘影。科學家說，那些古老的碳異常、黑色岩層、放射性信號都有着奇怪的人類式特徵。這意味着，如果真有史前文明，他們留下的指紋和我們今天的一模一樣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現在的行為就是他們當年的歷史。你覺得可笑？那我問你一個問題：如果你是4億年前的文明，你怎麼可能想到幾億年後還會有另一批生物在做和你一樣的事？這不是宿命，這叫模式。而地球最擅長的就是循環模式。你看，恐龍時代滅亡了，哺乳動物崛起，冰河時代過去了，人類登場，工業時代開始了，氣候危機又來了。這一切就像有人在按劇本。再想想，我們今天所謂的現代化真的可靠嗎？人工智能、衛星網絡、量子芯片，這些聽起來高大上的東西，其實都建立在極度脆弱的系統上。只要停電3天，整個社會就會陷入混亂。人類從來沒有真正掌控地球，我們只是暫時租住在它表面，甚至連我們賴以生存的能源也不是自己的。我們燒的是過去是古代森林、遠古生命留下的屍體能量。說白了，我們文明的火種點燃的是地球的記憶，可我們卻以為這是未來。荒唐吧？但最諷刺的是，我們已經看到了後果，卻還在加速。台灣夏天越來越熱，電力負載一年比一年高，台風路徑改變，冬天濕冷，夏天暴曬，連農作物的花期都亂了。科學家叫這氣候異常，但如果從志留紀假說的角度看，這其實是一種警示信號。地球在告訴我們，你們的詭計我見過，我們可能不是地球的主宰，而是它反覆實驗的對象。這時候有人會說，那就算有史前文明，他們早就灰飛煙滅了，跟我們有什麼關係？錯，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。如果他們的結局已經寫在地層裡，而我們正沿着那條路走，那我們現在看到的不是他們的過去，而是我们的未来。想象一下，也許那時的他們也經歷過 AI 革命，也曾以為自己能控制一切，也許他們也發明了能源系統、衛星、武器、
城市網絡，也曾互相競爭，發動戰爭，也曾在末日前開過最後一次峰會，討論如何拯救自己。聽起來像科幻，但仔細想想，這不就是我們嗎？聯合國、氣候協議、淨零碳排、碳權交易，我們在重複着同樣的掙扎，只是換了個時間。但這裡最令人不安的是一個細節，在地球幾次大規模滅絕事件後，地層中出現的那些異常元素，有時候會呈現一種核反應後的分布特徵。比如，在某些古老岩層裡，居然檢測到鈽和鈾的殘留模式，與現代核試驗後的土壤樣本極其相似。主流解釋說，那是天然反應或隕石撞擊，但少數科學家認為那可能是非自然行為。什麼意思？就是有人動過手，於是另一個可能浮現了史前的文明，也許真的曾掌握過核能，只是後來因為技術失控，把自己炸回了原始時代。听起來瘋狂，但你知道地球上有個地方真的像證據一樣存在，加蓬的奧克洛。1972年，法國人去那兒挖鈾濃度，結果發現那些礦的鈾濃度被用過了。什麼意思？天然鈾裡鈾負235的含量應該是 0.72%， 但那批礦石只有 0.3%， 像極了燃料棒被燃燒過的樣子。於是科學家去實地探勘，結果震驚了。地下有一個天然反應堆，穩定運作了幾十萬年。官方解釋說，那是自然形成的奇蹟，地下水滲入礦層，水起到漫化劑作用，讓核反應周期性啟動又停歇。但有趣的是，那反應堆的效率和封閉度幾乎完美到不像自然形成，就像有人設計過。這個發現，主流科學界承認它存在，但沒人敢說它被建造過。可你我都知道，有些事沒證據，不代表沒真相。說到這裡，我們得聊一類更詭異的存在——歐帕茲，也就是不該存在的古物。考古學家最怕這種東西，因為它們打破邏輯。比如南非的金屬球，那些球被發現在幾億年老的沉积岩中，有的還刻着平行凹槽，像是被機床加工過。又比如俄羅斯烏拉爾山脈地下發現的金屬螺絲，年代推算是20萬年前，但那時人類還在打石頭。甚至還有安提基特拉機械，那台被海水埋了2000年的青铜計算機，它的齒輪結構複雜到19世紀的鐘錶師都要佩服。你說這合理嗎？科學家解釋是巧合，是未知工藝，是自然現象。但有時候那種解釋更像是在自我安慰，真正讓人冷汗直流的是一個問題：如果那些歐帕茲真的是史前文明遺留的碎片，那代表我們根本不在時間的最前端，我們只是重新登場的下一批演员。人類文明不是起點，而是循環的一部分。志留纪假說聽起來像個冷門的科學論文，但它真正刺痛人心的地方是它隱含的哲學文明不是永恆，只有地球在永恆。想象一下，也許在幾億年前，也有人望着星空討論能源危機、污染、戰爭，也有人說我們是唯一的文明，也有人拍胸口保證科技能解決一切，然後他們消失了。幾千萬年後，我們出現了，又說了一樣的話，是不是很諷刺？人類以為自己是故事的作者，其實只是被反复複印的章節。地球不在乎誰寫，它只會在需要時把頁數翻回第一頁。所以接下來我們得把視角調成生存模式，別再問他們有沒有存在過，問我們怎樣不去重演同一出悲劇。你看，所謂文明的脆弱，永遠倒在4件事上：能源、糧食、水、秩序。缺一項，社會就開始崩解。能源斷3天，城市變成巨大的鐵盒；糧食缺1個季度，物價失控，社會撕裂；水源污染，疾病像火一樣燒；秩序動搖，你會發現文明其實只有一層薄薄的漆。過去如此，現在如此，將來也如此。這不是悲觀，這是冷靜。接着問一個刺耳的問題：我們真的學乖了嗎？我們是否還在靠把過去燒成未來這種做法活着？只要我們繼續把幾億年前的沉積碳掏出來點燃，再把副作用塞給大氣和海洋，我們本質上就等於在地球的證據本上按下確認鍵。不要再說以後科技會解決，因為科技和制度是雙螺旋。
工具會偏向誰的利益，誰就推動它，剩下的人承擔代價。上一個可能存在的文明，如果真的玩過核能，玩過大規模資源開發，他們也一定相信技術終會救我們。但救不救得了，從來不取決於工具本身，而取決於我們敢不敢對自己動刀。限域、減排、治理、韌性化，不是口號，是生存公義。說到這裡，我要把鏡頭放到我們腳下這座島。台灣為什麼讓我有信心？因為我們天生懂得什麼叫在夾縫裡活出韌性。地震頻仍，颱風常克，卻練出了社會應變的肌肉。產業鏈在全球風浪裡打滾，也把先進製造做成了刀尖工藝。土地有限，反而更珍惜每一滴水、每一度電、每一公頃的山海。你說這不是優勢？恰恰相反，這就是在不確定時代最稀缺的能力，把脆弱練成彈性。而彈性正是打破文明複讀的關鍵。怎麼做？別怕，我不講教條，我講可執行的演化式生存術。第一，能源去單點，不是盲目推一種解方，而是做組合拳，分散化、在地化、可控化。想象一下，城市的電網像網而不是鏈，屋頂的發電，社區的儲能，峽灣的風，屋脊的陽光，溪流的微型水力，工業的餘熱再利用，彼此接上去，任何一個節點損壞，系統都不至於黑屏。你會問成本，真實的成本是停電3天的社會代價，是工廠停線、醫院告急、冷鏈報廢，是秩序開始鬆動的隱形賬單。我們不是為了漂亮的目標，而是為了不掉進史前劇本的坑。第二，糧食的第二條腿，耕地有限，氣候多變，怎麼辦？用風險對沖的思維去種地，複合耕作，高地與低地的作物錯峰，耐熱耐澇品種的備源，冷鏈與乾鏈的雙軌，海上與近岸的可持續漁場試點，再加上智慧灌溉降耗，聽起來複雜，可這才叫文明的保險。每提升一點點糧食緩衝天數，社會的容錯就多一格。不要小看那一格，它決定了災難是新聞還是歷史轉折。第三，水的最後一道門，旱澇不均是新常態，老方法是運，新方法是存。平戰結合的城市水庫，地下滲透廊道，雨洪滯留與回收，家戶末端淨化，外加再生水工藝，做工業循環。你以為這是環保？不，這是秩序保險。如果有一天來一段長旱，誰能把工業用水和民生用水解耦，誰就能穩住社會的心跳。第四，秩序的社會版。UPS 電力有不間斷電源，社會也需要訊息透明，物資分送的微網格，社區彼此支援的演練，學校與廟口作災時節點，鄰里清單化的關懷網絡。別笑這土法，這恰恰是文明免疫系統每一次演練都是告訴自己，我們不是等着政府來救，我們先自救、互救，再一起救。你會說，這些不都是常識？是，真正改變世界的從來都是常識被執行到位。史前文明如果真的存在，他們不是輸在不懂道理，他們輸在看見了卻不肯改。而我們手上握着比他們更多的工具，還擁有一個更強的優勢——記憶。我們能把從志留紀假說學到的轉譯成制度、工程、教育、文化，刻進下一代的肌肉記憶裡。文明要長壽，靠的不是一次性的大工程，而是代代相傳的維持術。這聽起來不浪漫，但它有效。現在回到那個讓人脊背發涼的問題，如果4億年前真的有一個文明，他們到底怎麼敗的？我給你3個可能，3把寫着警告的刀。其一，指數型自信，科技突破，效率飆升，資源開採加速，外部成本被掩蓋，系統風險積累一次外力擾動，疫情、氣候、戰爭，鏈式反應系統崩塌。他們以為速度就是勝利，卻忘了速度也會把彎道放大。我們今天是不是也這樣？不急着回答，先深呼吸。其二，短政治，長地治，決策週期被選舉與利益劃短，生態與氣候的反饋卻以10年、100年計。當人類的週期與地球的週期錯位，短期總贏，長期必輸。他們可能也有自己的政治系統，也有自己的分歧，
也有自己的下次再說，然後沒有下次了。我們要不要做那個打破錯位的人？今天就開始把10年視角擺進每一次選擇裡。其三，記憶斷裂，災難之後知識斷層，工具被神化，故事被神化，技術細節丟失，下一輪文明又從頭來過。我們如何避免？把關鍵知識多地備份，把基礎工藝平民化，把能源、淨水、糧食、通訊的最小可行解公開教學，反覆演練。當最壞的一天來臨，知識還活着，文明就有第二口氣。說到這裡，你是否覺得胸口有點緊？很好，緊表示我們終於把宇宙級的好奇心落回人類級的任務清單。志留紀甲說，不是要我們去找一座史前城市，而是要我們在每一座現在的城市裡留下一些不會背叛我們的東西：分散的能源、穩健的糧水、互信的社區、可傳承的工藝，能被孩子說得明白的道理。你說這聽起來小，不，這才是大的另一種寫法。還有一個必須講的，當你把眼光放到島的尺度，很多事情突然變簡單。海風是朋友，也是老師；山脈是屏障，也是水塔；海峽是距離，也是保護。台灣的價值從來不是土地的大小，而是把複雜世界做小的能力，把供應鏈做小到毫米，把風險做小到社區，把制度做小到可執行。別再把自己看成被動的棋子，我們完全可以是主動的守門員。只要守住這幾道門，地球就算再翻幾頁，我們這一章也能寫得更久。好，現在讓我们回望開頭的那個問題，我們是不是地球的第二代？老實說，我寧願承認我不知道，因為一旦你說我知道，你的選擇就被定死了。而當你說我不知道，你就會開始做2件了不起的事：謙卑的學習，堅定的行動。科學會繼續挖地層，測同位素，對照異常，我們尊重一切證據。社會會在今天就做決定，把韌性從口號變成工地上的鋼筋，水庫裡的蓄量，賬本裡的預算，課堂上的實驗。我們不必證明它們存在，才能避免它們的結局。我們只要證明我們配得上繼續寫這一章。最後，我想請你把眼睛閉上5秒，想一想20年後的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花蓮、台東、澎湖、金門、馬祖，夏天沒有那麼暴躁，冬天沒有那麼濕冷，停電不再是恐慌，只是個被系統迅速接住的小故障。市場裡的魚蝦來自乾淨的海，米麵的價格穩穩當當。孩子上課學的不是抽象的大道理，而是一套能讓家裡在緊急時刻真正運轉的生活技術。鄰里之間的問候不是客套，而是彼此確認我們在。你有沒有發現，這不是烏托邦，這只是我們把文明的保險補齊之後最樸素的日常。可樸素正是偉大常用的偽裝。所以今天的結尾，我留2個問題給你：一，我們到底想在這顆星球的歷史裡留下怎樣的痕跡？2，如果明天開始執行，你願意先從哪一件小事做起？把屋頂那片空地交給陽光，把社區多練一次應變，把1周的飲水與食物緩衝準備起來，還是把這段內容講給孩子聽，讓他們知道人類不是地球的主人，人類是地球的學生。學生的功課是把上一章的錯誤改掉。謝謝你陪我走到這裡。我們沒有答案，但我們已經有了更好的問題。我們沒有萬能的工具，但我們已經有了更清醒的方向。